恶心、疲惫、没胃口。这不是怀孕，这是我的治疗过程。大家好，我是索尼法，他是幽默。时间回到2021年，在发现直肠肿瘤后，经过1个多月的等待，终于开始了治疗。方案是每天服用口服药，28次放疗，6次化学注射，整个疗程持续3个多月。在我脱离原本生活的这段期间，仿佛开启了一张新的地图。同一时间，幽默所在的公司因疫情而开放居家办公，刚好得以陪我度过这段疗程。在家他负责处理3餐和工作，我负责吃吃喝喝，努力把自己喂得饱饱的。口服药物的副作用之一是手足症候群，手脚掌出现斑点、红肿和刺痛，严重时甚至会溃疡。我服药后的副作用并不明显，数周后才发现手脚掌上有一些小黑点，这可能归功于医生的食疗方案和我持续的规律运动，两者共同发挥了作用。疗程期间最令人困扰的是胀气问题。10分钟的放疗本身没啥感觉，但随之而来的胃胀气让我食欲全消。虽然吃酸的东西可以刺激食欲，但同时也刺激了胃，只好不断尝试其他方法来缓解胀气。折腾了3天后，回诊时医生给出了解方：胃痛就吃药，胃胀气吃药，没胃口吃药，吃不下饭那就不吃饭，喝营养，不好喝，好喝的营养品交换着喝。多亏这些缓解了我的症状。不过敢袂使卖个价。喝了补品，准备妥当，怀着忐忑的心情迎接第1次化疗。每次治疗为2.5小时。正式化疗前会先打止吐剂，因此我并未感到恶心不适，还能边打边吃饭。只有打针那只手感觉刺刺麻麻。然而隔天开始出现疲惫症状，一吃完饭倒头就睡，狂拉肚子15次，在吃拉睡的循环中度过了1天。紧接而来的是放疗副作用。经历了2周的放疗照射，皮肤像是烧伤一般产生红肿和刺痛。医生开了治疗烧伤的药膏，可以视情况来涂抹。经由他的说明，我才明白自己长期处在腹泻状态，需要喝止泻药。喝了1天后，为了降低饱足感，我决定改吃益生菌来减少进食量。每次排便次数竟然从9次逐渐达到5次。开心地向医生回报，想不到他又说4次以内才算正常。为此我又增加了复方益生菌，总算成功达标。好不容易排便次数正常了，我却陷入了低潮，因为收到了免疫报告。原以为可以考个高分，没想到却是不及格，对我造成了打击。此外，排便时就像嘴破抹到盐那般，实在是就是恰好又遇上生理期，腹背受敌，身心的折磨令我感到非常绝望。到了第2次化疗，我向医生询问是否应该暂停治疗。他说我的副作用不明显，不需要休息，但是建议我在每次化疗后额外去打营养针，还安慰我免疫功能是可以改善的。
这使我燃起一丝希望。放疗医生则开了治疗肠黏膜软膏，减缓了我的痛苦。随着生理期的结束，我也重新振作了起来。过去我习惯掌控和评判，老是带着大家来找茬的滤镜，喜欢揪出与理想标准不同的差异。对于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和事，常常有不应该那样的念头，不是活在对立与不满之中，就是为了别人的不认同而受挫。虽然后来用同理心化解了控制与对立，但评判的惯性依然存在。对于无法达到标准，我感到羞愧懊恼，认为自己很糟糕，很无能。一旦犯错，就演变成自我攻击与自我抗拒，困在过去无法释怀，直到人生尽头的危机意识将我惊醒。我才得以用演员的角度旁观欣赏这人生剧本，轻松看待自己，开始接纳自我。接受了过去，我感到如释重负。打了营养针后，口腔黏膜似乎得到了修复，干涩的喉咙恢复湿润，原本令我喝水都困难的胃胀气也得到了舒缓。治疗前习以为常的事，在经历失而复得的对比后，使我更加倍的珍惜。经过1个月的努力，终于出现曙光。医生说肿瘤影像变小了，这让我有种感激帮助我的医疗团队。28次的放疗任务即将进入尾声，我不禁雀跃的倒数解脱日的来临。当最后一次放疗结束时，尽管皮肤超灰搭，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喜悦。好心情还颠覆了我看世界的眼光。但在医院的寒气因日晒而变得温暖，炎夏的燥热因树荫微风而变得凉爽。以往不喜的烈日与无趣的大自然，好似变得有所不同，带给我纯粹的喜悦。至于最难受的胃部困扰，在喝了精炼芦荟汁之后大幅改善。此后我学会了感恩食物，发自内心感谢面前的食物成为我的养分，并感谢食物背后的每一个人。意识到自己的物质拥有和来自他人的精神支持，这一切都让我充满感恩，感恩成为我的新日常。换上感恩的滤镜，意识地接纳自己后，我的内心格外宁静，既不担心未来，也不埋怨过去。疗程过半时，医生指诊确认肿瘤缩小了，这让我非常开心，也更有信心接受剩余3次的化疗。1个月后，疗程来到85%，医生再次指诊已经感到平滑，这意味着肿瘤可能已经消失。于是我在愉悦的心情下完成了最后一次化疗，剩下就是服完口服药，整个疗程就此告一段落。紧接着经过各项检查与2周的等待，最终奇迹发生，肿瘤真的消失了，我可以不用开刀耶！
有人工血管吗？没有。我等一下帮你打针。可以帮我打内侧吗？我觉得内侧好像比较不麻。可以啊。我的血管好像很沉，不好找。我来处理就好了。找血管是我的工作。